大家好，我是開心。今天的影片超級精彩，有新奇數、獅子和巨龍，還有新外觀火龍套裝，它真的會噴火。無限刷升級材料的方法，直接讓你升到滿級。奇幻故事八仙過海，林小魚立志要成為海賊王，征服大海。本期影片內容超多超精彩，請聽我娓娓道來。我會開着我的船，衝破浪花，駕馭大風，找到寶船。那時候，我就是大海之主，我要做大海之主。大家好，我是開心，來給大家看看我的新奇數。第一個奇數叫夜龍相守，有恐怖的威壓，仿佛天神降臨。不過今天我們主要講的是第二個奇數凌雲塔，這是我用實聽拍照得到的畫面，你們就知道這個奇數有多值了。一條巨龍越過龍門，一腳踹在士兵身上，畫面感直接拉滿。而且兌換它只需要1顆8英鞘就可以得到這個奇數，外加剛才的夜龍相守，也就是說1顆8英鞘能換2個奇數特效，真的是物超所值。而且那顆8英鞘還是我免費抽到的，相當於白嫖了這2個奇數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已經白嫖了4顆8英鞘，真的是非常開心。所以大家要多多攒鳥鳥之音，好運連連。當時我就是坐在泰山之巔的這把椅子上，和旁邊的美女喝着下午茶，結果我就不小心抽中了8英鞘。兌換這個凌雲塔特效需要2個音域，兌換夜龍相守奇數特效需要5個音域，而1顆8英鞘可以直接兌換5個音域。所以如果你喜歡奇數特效，就去文音商店購買自己喜歡的奇數就行，千萬別浪費。我原本是想要兌換這個吹笛子特效的，但是它這個特效只是一些竹林的效果而已，遠沒有夜龍相守那種毀天滅地的霸氣感，所以我最終還是選擇了獅子特效。這種獅子猶如神靈一般俯瞰眾生的感覺，真正做到的是眾生為螻蟻。由於1秒鐘都是對他的不尊敬，選擇直接兌換。咱們再來說說這個凌雲塔，它的設計理念其實就是4個字：鯉魚躍龍門。前面是2條漂亮的鯉魚，後面跟着一條栩栩如生的巨龍。哇塞，實在是太漂亮了！我實在是難以想象，遊戲策劃竟然把如此好看的3D 特效用在了普普通通的凌雲塔上面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招。凌雲塔有3種方式，一種是剛才的遠距離移動，會出現一條金色的巨龍；第二種是我現在的原地跳，沒有巨龍，但依舊會出現2條漂亮的鯉魚和金色龍門；第3種是過任務的時候，那種按技鍵跳躍是完全沒有任何特效的。對於我這種想出風頭的玩家來說，打副本就帶這2個奇數，會不會都不重要了。你就說我這特效一定能夯爆全場。哎，我發現這鯉魚特效很像九尾狐狸。說真的，這特效100分，沒說的。好看只是一方面，接下來我們看看實戰效果如何。直接凌雲塔接夜龍相守連貫。血脈也不能限制。这個放煙花的是騎龍回馬的特效，現在我擁有3個最酷炫的特效了，心裡還是挺美滋滋的。夜龍雖然霸氣，但冷卻需要2分鐘。這個放煙花耗費金元只需15點，可以一直放煙花，所以性價比很高。
但是所有的奇術裡，性價比最高的是凌雲塔，因為它不僅不需要晶元，而且冷卻時間只需要3秒鐘。所以你不怕遭人恨的話，可以去打副本，每3秒就踹一腳，滿屏都是你的華麗特效。操作建議：凌雲塔一腳過去，接騎龍回馬，然後接夜龍相守，絲滑完美。遺憾的是，凌雲塔在做任務的時候並沒有華麗的特效，希望官方後期能補上，這樣也能多一些做任務的樂趣。水可載舟，亦可養魚。好家伙，我還以為他會說亦可覆舟呢。這條魚看着肥美，清蒸應當滋味絕佳，但官家又偏愛紅燒，哎呀，難辦難辦。不愧是在皇宮裡當差的，你沒有入朝為官，那可真是朝廷的損失。怎麼樣？我這套火龍套裝可還行？咱們在這裡必須給燕雲的策劃點個大大讚，這是目前為止我見過最帥的服裝。燕雲早期的服裝不是花花草草，就是各種光效，而這次的設計有了質的飛躍。它在你的肩膀上放了一條栩栩如生的龍，純3D 建模，而且它真的會噴火呢。唯一的缺點是，當你穿上這身龍袍，會誤以為自己就是真龍天子。順便我猜一下，燕雲下期應該還會出一期水龍套裝，設計思路也很簡單，直接把火龍換成水龍頭就行，到時候噴出的不是火而是水。你看看，換一種思路又可以賺錢。人物奔跑的時候會有火焰效果，不過要在晚上才會更加明顯。而且你們看這捏臉的顏值也挺帥的。喜歡無名劍法的朋友可以看看這個青羽蒼穹銀河系的漂亮特效，飛出去的是一隻鳥形狀。這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好看的特效了吧？只可惜這是我小號抽到的，只當娛樂而已。因為我平時要剪輯影片，實在沒有精力去提升心法和裝備等級了。而且這把劍在你奔跑的時候也會發出漂亮的光效。這個青羽逐天是我保底2顆8音鞘兌換的，說實話現在有點後悔，有2顆8音鞘換點啥不好，非得換坐騎。這玩意唯一的樂趣就是可以當遊樂園玩，讓你體驗旋轉木馬的快樂。但是要說到坐騎，那還是算了，因為我經常忘記自己還有這個青鳥坐騎，因為我的習慣就是一個大輕功，直接翻山越嶺，所以坐騎這東西在燕雲裡面實在是可有可無的存在。我們在這裡標個點，看看能飛多遠。飛行距離343米，還行，相當於半個大輕功的距離了。你要知道，這玩意兒可是全身青銅，光是自身重量就有10幾噸重，能飛起來已經很不錯了。我用实庭拍照的時候發現，它真的很像一隻展翅的鯤鵬。希望官方後期能出飛行坐騎，讓它在天上自由的翱翔。看看是不是有那飛行的感覺了？希望官方趕緊實現咱們這個願望。輕舟騎青鳥，簡直絕配！把我老鄉叫來，讓他送我一程。我操！我操啊！哎呀，我操！我要回家。你看给我整的，胳膊都脫臼了。哎，老鄉，背後一槍，實在不靠譜。大家都在吃飯呢，我添把椅子。你看山東人就是好客。
讓我看看有什麼好菜。大雞腿，還有油炸小黃魚，回鍋臘肉，真不錯。在單人世界跟 NPC 吃飯喝茶也挺好玩的。我希望夜魚能開放經營飯館的功能，讓玩家自己去開店，這樣會比較有意思。這樣的話，單人世界就不會感覺無聊。我準備把廚房搬過來，想吃什麼菜自己做。來，我給你們上一道烤魚，香噴噴的烤魚上桌了。我再給你們上一道火鍋，一邊坐着一邊吃，這就是本店的特色火鍋。青州可以建造房子還挺不錯的，目前為止有2個地圖不能建造，一是開封的皇宮，二是河西的晴川。接下來開心要教大家無限刷升級材料的方法，大家看我的武學很多都是滿級。先說無限刷赤焰膏，你只需要來到清河豐河村界碑這裡，在這附近有個神秘據點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你必須手通據點之後，才能在這裡無限刷赤焰膏。然後你站在我這個位置，從背後偷襲這個小怪就行。看到沒？赤焰膏到手，然後你往回跑，它就又會刷新。用這個方法，你就能輕鬆做到無限刷赤焰膏。跑到這個圍欄的位置就行，然後跑回去。隱身術的話，大家不學也沒事，帶上靈虛一指就行。我覺得我這方法一出來，這裡的小怪可就倒大霉了，因為全網玩家都會來通緝他。跑到圍欄的位置，然後再跑回去，你看是不是這裡的小怪又刷新了？用這方法分分鐘就能把武學升到滿級。注意看，我現在的赤焰膏是113個。現在變成了114個，所以這方法確實有效。但是我不知道國際服能不能刷，請給我反饋。第二個方法是刷烏金石鎖，這也是升級武學的重要材料。你只需來到皇宮門前，先修個梯子，再鋪一層木板，一個簡單的陷阱就做好了。然後你在木板上修個梯子，當守衛來打你的時候，你只需要拆掉木板，守衛就會掉下去，直接被秒殺，不管他的血量有多厚，而且還不用你去撿材料，全部都是自動入賬。住手！住手！你們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住手！看看这刷怪效率是不是很快？當你幹掉守衛之後，把地板補上，這樣就又可以刷材料了。而且你看左邊的黑巫石鎖，全都是自動入賬，根本不需要你去撿。皇宮的守衛是每周1刷新，如果材料不夠，你也可以連機去好友的世界裡刷材料。我相信你的好友也很樂意給你刷，畢竟作為交換，你教會了他快速刷黑巫石鎖的方法。實在沒有好友也沒關係，你去多人世界隨便拉個路人，就說哇亮仔，我很中意你，能不能加個好友？然後他就真的成了你的好友。然後你就去他的單人世界，把他的烏黑石鎖洗劫一空。你們看，我才這一會兒就刷到了300個，升級材料多到根本用不完。然後旁邊的小兵也要刷了，他們會掉落大量的青石鎖，方法也是一樣，只需要建好梯子，然後跳到另一邊，那些低智商的小兵就會衝進水裡。你看，材料都不用自己撿，全自動入賬，超方便。我這裡只是演示給大家看，所以梯子沒有建滿，以至於小兵跑到那邊去了。你們建的時候可以把這一排的梯子鋪滿，小兵就會自己掉進水裡。邪惡的少冬瓜。那邊的小兵也是一樣。順便說一下，剛才那個大地板是在涼州的商人那裡購買配方，如果沒有大地板也沒關係，用普通地板也行。我這裡改進了下，
把這裡鋪上木板，但不要全鋪，讓小兵踩上去掉水裡就行。就像這樣拆掉，給它留一半。其實你們也可以自己動動腦子，核心原理就是利用建造模式，把小兵引到水裡就行，不管用什麼方法。你們看我背包裡有2000多個侵蝕鎖，根本用不完。接下來咱們講講這個八仙過海的故事。我覺得這個遊戲策劃做的還是挺巧妙的。先在大海裡放個寶箱，吸引玩家去撿。這時候你就會聽見岸上有人叫你，然後劇情就展開了。整個過程很絲滑。誰在說話？你原来会游泳啊？害我白担心一场。一个人下海，岸上也不找人守着，小心被龙王爷捉去，海神娘娘也救不了你。我会水，而且我可是大侠，还会武功。你真是大侠？故事里能在海面上跑，跟踩在平地上一样的大侠？那算半吧。整个大侠龙王爷都敢捉。耍豹子就要来了，龙王爷要捉人了，你快回去吧。耍豹子就是大风呀，会让下大雨、起大浪的大风，这都不懂？你看看头顶这篇，用不了1刻鐘耍豹子準來，你快走吧。通過對話，我們得知這個小女孩在等自己的父母回來。就要下大雨了，你還不回去嗎？我要等人。等誰？20。魚眼博一家。25。小魚，回去吧。江早，江早。30。李阿伯一家。35、36、37。還差一艘。沒錯，差的那一艘就是他的父母，因為他的父母永遠也不會回來了。要下雨吧，快跑快跑！這邊，山洞就在前面，過去躲躲吧。是個暖心的小女孩，我在考慮要不要告訴她真相，好讓她大哭一場。咦，這裡怎麼會有一隻羊？喂，你往裡面靠點，小心別淋着。你這人也是怪，叫你走不走，非要淋着一場雨不可。那你呢？明知道要下大雨，還要等人？我要等我爹娘放羊回來。你爹娘？就是你剛說的還差一艘？他們和很多人一起去找寶船了。他們今天不回來，很久都不回來。寶船？龍寶船啊，在海上航行着一艘很大很大的寶船，是龍王爺的，可以從南海一直駛到北海。誰找到它，誰就能當大海的主人。我爹娘是海邊最好的舵手。錢老叔說，他們已經找到寶船了。找到寶船了，為什麼還不回來？他們開着寶船和八仙一起去蓬萊山上赴宴了，山上1天，外頭1年呢。八仙赴宴，那你就每天等他們嗎？對啊，我一邊等，一邊還能救幾個像你這樣溺水的大俠呢。誰溺水了？這不重要。等到我的水性比爹娘更好，我也是最好的舵手，我就會出海去找寶船，也能找到八仙。你父母，你知道八仙在哪嗎？知道，我有海神故事畫，那邊那個。這船怎麼長得這麼奇怪？寶船就是這樣的，我祖奶奶說的。這些羊又是做什麼的？是我的羊，我要帶它一起去蓬萊山。爹給我買了羊，娘給我講過八仙的故事。八仙喝了酒就要過海，鐵拐李把拐杖扔進海裡，站在上面。呂洞賓踩着寶劍，何仙姑坐着荷花。他們不用船就能去任何地方，而我們可以騎着小羊。為什麼要騎羊？娘就是這麼給我講的。快跳！好嘞。這裡我說一下操作，玩家只需要在進圈的時候按下空格跳躍鍵即可，如果按錯了，你就會掉下去重來。這個奇幻場景讓我想到了之前做的雙人成行，也就是遇到江疏寒衣那章，主角是通過夢境進入奇幻小鎮，而這次是通過畫本子的方式進入這個場景。但是你肯定知道，作為一款武俠遊戲，根本不可能有八仙過海這種神仙故事，那不過是林小魚的父母給他編的一個故事，而那隻羊也是父母留下來陪伴他的。從天上到海裡，我們現在只是在幫一個無知少女實現她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夢想。我們都知道，羊是無法潛入水底的，也無法在天上飛，
而這對於一個小女孩而言，她顯然是不知道，就像她永遠也不知道這世上根本就沒有神仙，她的父母也永遠不會回到她的身邊一樣。你看，前方就是蓬萊山和那艘寶船了，真是一個美麗又騙人的故事。我爹娘就這樣被八仙帶去蓬萊了，那艘寶船還在蓬萊外的海上漂浮。仙人的宴會開了好多年，爹娘還要等宴席散，可我想他們了。明明說1個月就回來，我好想他們。林小魚的父母是被一個叫杜天王的劫匪騙到海上的，那寶船在風暴裡，沒人願意去那風暴裡，於是全部被杜天王殺害了。不過看起來那寶船真實存在。他爹娘留下的氣派，難怪叫寶船。他爹娘寫的真細。蓬萊山黑水洋，傳說裡的地方真實存在嗎？還真有龍王。這是江水昏過去了。昨天還說我，你怎么溺水了？我就是来看看水淹到哪兒了嘛。看這幹什麼？每次甩完豹子都要記下礁石上水涨到哪條縫，記得多了，以後浪來了就知道該往哪兒躲了。我都記了10幾次了，浪頭再大，我也一口氣就能浮上來。那剛剛是誰掉水裡差點淹死，還暈在岸邊？不是，不算好的，本來一口氣能憋回来的。可是江老叔的彩船翻了，彩船翻，再央来，江老叔看到了肯定要心慌。你想帮他将船翻過来？我手脚快嘛，就想着趕緊翻好就回来。可没想到彩船總是翻，我翻了好幾次才讓它穩下來，然後我就憋不住氣了。還好杨奶奶把我扯上來了。你真不怕？哪天你也被龙王爺收走？不怕，我有海神娘娘保佑，水性好着呢。俗話說，淹死的全是會水的。你爹娘給你買羊，定是不希望你總往水邊跑。不是，爹跟娘沒說過這話，他們自己都出海，他們一定是在大海裡等我，我不會留在村裡養羊的。我也要到海上去，到更遠的東海去找那艘接走他們的寶船。其實你爹娘已經……我在猶豫要不要把真相告訴他，我想看他得知真相之後哇哇大哭的樣子。是的，你的父母早就遇害了，他們永遠都不會回來了。小魚，你爹娘只怕是凶多吉少了，他們一定更希望你平平安安度過一生。我知道，知道。這一刻，我瞬間破防。我原本以為他是那個需要被安慰的人，原來這些時日是他一直在安慰我，給我講故事。你是想說我爹娘早就死了？我早知道，和我爹娘一起出海的人都沒回來。張洛書的弟弟，柳范姑的大哥，於彥伯的兒子。那個月水祭壇從村頭擺到了海邊，你知道？那你還每天等？不等我長大，我要長大，長成最好的舵手，然後開着船出海，去找你爹娘，去找寶船。我祖奶奶說，那船下海的時候比龍王廟還高，船身亮得像龍鱗，它滑進雲裡就不見了。他把寶船講給我奶奶，我奶奶講給我爹，我爹娘講給我。很大很漂亮的船，那是一艘大海之主的船。可你爹娘他們就是去找寶船才……他們沒回來，但船還在。
船不會消失的，只要有人去找它，我一定會找到它的。你也想去找寶船，就不怕也回不來？不怕。大俠會害怕嗎？我猜他們不會。那半個大俠呢？我也不會。我也不會。我會開着我的船，衝破浪花，駕馭大風，找到寶船。那時候，我就是大海之主，我要做大海之主。這一嗓子把我眼淚都喊出來了。大海是給有勇氣的人準備的。林小魚好樣的！祝你成功！等你成為大海之主，我就是大海之主的朋友了。祝你成功！等你做了整個的大俠，我就是一個大俠的朋友。細心的網友已經發現，這個俠跡任務是在致敬海賊王路飛，同樣頭頂一頂草帽，同樣懷揣着征服大海的初心，一生所求不過遠方與自由。大海從不會困住向往自由的人，風浪再大，前路再險，也擋不住一顆一往無前的心。等你做了整個的大俠，我就是一個大俠的朋友。青州有3個俠跡任務，第一章夜台良辰，上一章我已經講過了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影片。影片的結尾，我還是講講自在無礙和流星墜火這2個奇術如何獲得。其實方法也很簡單，你只需點開清河的武林路，在裡面分別找到田英和葉萬山這2個鎮守。進去之後，第一階段直接打，到了第2階段，你就按意劍謝世。當你看到右上角累積的眼睛滿級，你就能獲得這2個奇術。但是這裡有個重點，你必須把這個 BOSS 的3個階段全部打敗之後，才能獲得這個奇術。千萬別打到一半就直接退出，那樣也是不會獲得奇術獎勵的。剛才我沒注意，田大俠怎麼被系統卡出去了？他空有天下第一刺客的武功，卻是拿我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打吧打吧，把地球錘爆了也傷不了我分毫。算了，還是接他出來，要不然我這任務沒法做。不是大哥，你這手伸得夠遠的呀！不是，你咋還耍賴呢？打到沒血了你就強制傳走。很多新人打到這裡就過不去，我教你們一個簡單的方法，你就一直按意劍謝世，不用去管哪個是真的假的，你就無腦謝世就行。星空。自在無礙跟流星墜火都是止戈中的必備奇術，前者可以破除敵方防禦，後者可以讓自己免受控制。流星墜火就不必多說了，跟打田英是一樣的，你點開武林路，找到相應的鎮守，進去打就行。在第2階段謝世就能獲得奇術獎勵。葉萬山選這個菩提苦海，進去之後點這個鼓就行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，我是開心，趕快訂閱我並打開通知鈴鐺，這樣你就能收到我的更新通知。咱們下期再見。今日所借之命，